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射雕评价发布，这次真正该受批评的，确实不是肖战。今年的春节档真是热闹非凡，别的电影都有续集的优势，偏偏《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独领风骚。不仅是中国影史上预售破亿最快的影片，还以 3.5 亿的预售票房成就了2025年预售票房的王者，瞬间攀升至中国影史预售票房的第5名。不得不说，肖战和他的粉丝真的很给力。今年春节档的预售总票房打破了最快破6亿的纪录，其中一半的功劳都得归功于《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肖战的魅力真是不得了，带动着粉丝们纷纷购票，真的是用实际行动推动了这波预售热潮啊！到现在为止，《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已经在中国内地武侠片中取得了第2高的票房成绩，即使徐克是旧瓶装新酒，也没有影响肖战在票房上的强劲表现，足以看出他作为演员在影视作品中拥有着令人惊讶的号召力。在如今武侠片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表现真让人感到不简单。大家常常说武侠已经没落，可肖战却让观众再次沉浸在中国武侠那独特的魅力之中。郭靖早已不仅仅是个书本上的角色，他承载了浓厚的民族精神。肖战重新塑造这个角色，为他注入了新鲜的魅力和活力。对于肖战而言，郭靖不只是一个角色，而是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追求最佳效果，肖战真的是拼尽全力，花了好几个月进行集训。拍射雕的时候还为自己报了一堆培训班，学习蒙语也是费尽心思。刚开始看到蒙语简直像看天书，发音常常搞混，可真是快逼疯自己了。但他却没选择找配音。肖战觉得，要真正诠释这个角色，就必须先的成为他的，亲自把蒙语说得流利。正因如此，他的坚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说他讲的蒙语相当正宗，一个重庆小伙子能说出这样的蒙语，价值实在是太高了。武侠片少不了那些拳拳到肉的精彩打戏，肖战在武打训练上可没少下功夫，散打、拳击都练得滴水不漏，飞踢流畅的就像小鸟一样，出拳也力道十足，动作灵活得很。这样的效果可不是随便花点时间精力就能搞出来的。不过可惜的是，一些精华的打戏由于篇幅、时长等原因被删减，居然还有黑子借机说肖战打戏不行，甚至谣传徐克是因为肖战才设计不出武术动作，听着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片方多次发布花絮视频，黑子却在这时候乐不可支，很难不让人想起背后可能有对家粉在捣鬼。肖战在射雕中的表现已经算得上非常出色，可惜因为时长的限制，很多精彩片段都被删减了。像是大军西征的那一段就没法展现，这段剧情其实特别重要。原著里正是这部分彰显了郭靖侠之大者的精神。郭靖的胜利让他和黄蓉终于相认，黄蓉希望他能借这个机会解开金刀驸马的婚约。当郭靖准备说这个请求时，突然发现大汉的2个孩子居然想要毁城。为了那些从未相识的百姓，郭靖选择了牺牲自己的愿望，把求大汉不让他做金刀驸马的机会，变成了求大汉放过百姓。删掉这一段，剧情就显得有点单薄，缺少了连贯性。对肖战来说也是个损失，少了很多能看见的精彩镜头，更有可能影响角色的塑造。其实他也是被删减波及的一员。除了这些，还有一些黑粉在挑拨粉丝和路人，假装成肖战的粉丝来抹黑他，这种套路也太常见了吧？其实就是随便注册个账号，假装是粉丝，说一些粉言粉语，让演员背负骂名。
从而引发大众对流量的偏见。我觉得肖战的粉丝不该被误解，正是因为他们在早期拼命冲票房预售，才让春节档的关注度猛增。而且射雕在预售排片受限的情况下，没选择卖惨求同情，路演现场的氛围却热闹非凡。肖战和其他主创都显得状态很好，积极与大家互动，分享自己对电影和角色的理解以及个人的看法。梁家辉老师和肖战合作后对他赞不绝口，现场还和肖战比心拥抱，真是个十足的老顽童，特别可爱。我特别喜欢肖战那句在物是人非之后，在经历万千之后，你还是你就好。从中能感受到剧组的士气非常高涨，完全没有那种消沉的气氛。其他影片都在官方发声提倡公平，而肖战的粉丝们则是自发地为他宣传，争取一点公正，这有什么不好呢？真是可惜，想要公平实在不容易。射雕目前的评分只有 5.5 分，这对于这部电影的声誉来说，无疑是个打击。细一捋，打分的人数已经达到33万，一星的比例居然超过了 20%， 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情况。评分类型不仅没有正常的 D 型，反而成了倒 F 型。就拿领先的哪吒2来说，哪怕是票房高的离谱的《唐探1900》，也没法跟射雕相比，尽管其他电影的票房是它的3倍，但评分人数却居高不下。很明显，这又是一次公开的黑水游戏。要是真有这么多打分的人看过射雕，它的票房肯定的嗨起来。那些恶意的1星评分，简直就是在无情的践踏公平，用个人的好恶来影响大家的真实感受，弄得观众根本看不到公正的评价。这种情况真让人无奈啊！再加上那些恶意拼字，有些人居然在射雕的放映中假装粉丝，搞得像是在自导自演一样，只为逗引路人的嘲笑和厌恶。听说那个电影院到1月下旬都没对外营业，真的是显得有点太明显了。其实很多朋友对流量明星都有不少成见，这也是射雕被骂得厉害的原因。有些人光看了网上那些断章取义的截图，就忍不住吐槽。但其实，要是亲自去电影院看看，了解一下故事的来龙去脉，就会发现这些情节是合情合理的，单独拿出来发声真的是没啥必要。说到肖战这位粉丝数量庞大的演员，他的演技好坏早就引得大家关注了。自从射雕上映以来，大家吐槽的主要集中在删减剧情上，对肖战的演技其实骂声不多。毕竟，肖战的演技还是值得认可的。就算是那些说话直白的博主，他们的炮火主要集中在射雕这部剧，主要批评的就是故事情节早已听腻，剧情删减让人觉得有点问题。但说到肖战的演技，其实大家并没有太多的指责。正是因为肖战的粉丝积极宣传，很多路人也是进了电影院，没带粉丝的视角，认真看完整部电影，结果对他的演技有了新的看法，甚至被那些刺激又精彩的打戏惊艳到了。像李松蔚这样的专家，对射雕是十分欣赏的，因为肖战的演绎让这部作品把武侠片中那种快意恩仇的氛围展现得栩栩如生。肖战身为顶流，虽然看起来一蹴而就，其实这一路走来，他从《捉妖记》里的小妖到徐克电影中的郭大侠，花了足足7年光景。要是演得不好被网友批评，这倒是正常，但他明明演得不错，却被戏剧性的成见给蒙上阴影，真是让人觉得委屈啊！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